各位观众大家好呀，我是原声带小江。今天我们来说一说这个比较高端一点的这个蓝牙头戴耳机。说到这个比较高端一点的蓝牙头戴耳机，首先我们还是有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啊，就是 Focal 的 Bassys。这款蓝牙头戴耳机可以说在相当长的一个时间范围内，是坐稳了这个所谓的蓝牙的 HiFi 级别的这种耳机的这个宝座啊，就没有找到对手。归根结底呢，我们认为是有以下几种原因。首先就是它的这个单元。这个铝镁合金的单元，其性能是非常强大的。如果有这个屏幕前的观众，您了解 Focal 这个品牌的话，一定会是有了解。他们家的这个单元材质是以金属作为主要的材料。有高端一点的这个皮属性的单元，乌托邦也是来源于它自家的这个 high-end 级别的，甚至于上百万的这个音响的这个技术。然后相对来说，入门一点呢，亲民一点的这个单元呢，就是这个铝镁合金单元啊，它也是这个用这个铝镁合金所铸就。这个铝镁合金它主要是这个物理性质它比较轻，同时延展性非常好，就能做到我这个一方面一推，同时它呢给到声音的那个顺态那个细节量非常的优秀。所以说他们在这个终端的这个耳机一直是以这个铝镁合金的单元作为它这个振膜的材料，包括有咱们这个小屋，还有说最负盛名的这个 Clear。也就是这个银屋，大家熟知的银屋，就是用这个铝镁合金单元作为这个振膜的材料的。那所以说它的这个技术路线，也就是把这个银屋 Clear 的这个单元振膜，我能不能给它想办法便携化，一推化，然后给它装到这个蓝牙耳机上面去。于是乎呢，就有了 Bassys 这款耳机。毫不夸张的讲，这个 Bassys 可以说是继承了这个银屋的很多的声学特质。同时虽然它是作为一款蓝牙耳机，但是它给到的这个声音是没有我们传统那种蓝牙耳机它所谓这个声场相对较窄呀，或者说是这个频宽相对受限这么一种问题。它给到的声音表现非常的接近于这个 Clear 的这种表现。除了这个振膜性能强之外呢，其实这个 Bassys 还有几个特点，也是相对来说会影响它声音的。还有一方面就是它的这个 DAC 模式。我相信有很多的用户呢，他想要用这个蓝牙耳机，他可能还是说，我平常在路上我用这个蓝牙模式去听，那我可能在家里面或者是相对固定的，比方说图书馆啦、咖啡店啦、书店啦等等，或者是甚至于办公室这种相对比较固定的、安静的环境下，我给它去有线式去使用，这个 Bassys 是给到了一个 DAC 功能。简单的讲就是说，您把这个数据线。连接这个 Focal 的 Bassys 耳机，然后再连接到我们手机啦或者是电脑上面，然后再把这个耳机调到这个 DAC 档。那这个时候呢，我的手机或者电脑就仅仅只是传输于这个 USB 的数字信号，然后呢把这个数字信号交给 Bassys 内置的一套这个 DAC，让它去解码去放大。给到的音质往往是会比我们这个传统的电脑的那个或者是手机，它相对受限，就不那么理想的一种这个声学解码环境是来的要强的，也能获得相对来说更好的一个这个音质体验。那么现如今呢，也到了一个升级的节点，我这个 Focal 呢就应运推出了 Bassys 的一个升级型号，叫 Bassys MG。我们今天的视频呢，也就主要探讨这副 Bassys MG 耳机它相对来说的一些声音特点了，包括佩戴上面的特点，还有一些使用上面的特点，也和它之前的这个兄弟 Bassys 做一个简单的对比。首先从外观方面来讲呢，其实这个兄弟耳机可以说是完全一样了。从这个单元的这边雕刻的这个很多孔洞的这个花纹。再到这个有 LED 的这个效果的这个灯，然后再到整体的按键布置啦，包括头梁的这个真皮材质呢，基本上都是大同小异的。那在外观方面呢，两者最大的区别，首先就是这个灯的造型，我们仔细去看的话，还是有一点不一样的。相对来说的这个Focal他们叫火焰纹的这个
图案，就由原来的这个比较立体的这种造型，变成了一个相对扁平化的这么一种设计取向。这也是现代这种 logo 的这种大致的这个设计风潮如此。这样做呢，也可以说是在意料之中的。然后相比之下呢，两副耳机最大还是这个耳垫。它给到的这个整体，无论是手感还是带感呢，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这个 Basis 这个耳垫，它这边是有一个小小的坡度，可能是做了一些这个声学的这个或者是这个人体工学方面的优化。整体的佩戴舒适度，这个耳罩相对来说 Basis 一代它会更加硬一点，而 Basis MG 呢，它应该是里面的填充是做过一些改变的，所以说它给到的整体的我们佩戴的感觉相对来讲会稍微舒适一点点，就没有那种更硬的往我们耳朵上面压的那种感觉了。然后必须要指出一点的是呢，这两副耳机它的头梁都是没有任何的这个区别的，都是我只能把这个拉长到比较小的一个范围内。如果说您自我认为啊我头比较大，头围比较大。那这个时候呢，我还是建议您，如果来选购这副耳机，您最好是来实体店试戴一下。因为确实我们这边有一些客户呢，他们在实际这个佩戴体验的过程中啊，我觉得好像，对吧？我这个头梁太短，那我可能头大的话，这个耳机它够不到我这个耳朵，或者戴起来它比较夹，那这个就比较麻烦了。还是建议大家来试一下。也是希望 Focal 能在之后的这个耳机的进化中呢，重视这个问题，稍微多给一点点这个头梁的延伸长度。我相信这么做也是能更加拓宽我们这个用户市场的群体的。然后说完外观方面的区别，我们还是主要说一下这个两款耳机参数方面的区别。在这个蓝牙协议方面，是由这个蓝牙 5.1 进化到了蓝牙 5.2。但是咱们说句实在话啊，如果认真的去听这个 5.1 和 5.2 去对比的话，这个蓝牙协议对于声音本身表现的影响，它是小之又小的，可能只有在极个别的极端环境下，可能会影响这个蓝牙连接的稳定性。所以说这个就是比较常规的一个升级，我们这边就不过多的解释了。主要这两款耳机在这个内在方面最大的区别还是我单元材质的变化。之前我们也说过，这个 Basis 它用的是这个铝镁合金单元的耳机，那我 Basis MG 这边就是一个纯镁材质的这么一个振膜。这个镁材质呢，它相对比这个铝材质，它可能是这个密度要更轻，延展性更加的好。所以说这种材质的单元振膜，它在给到耳机的顺态呀、细节表现方面，相比于之前的这个铝镁合金单元，可以说是更上一层楼了。同样的这个发展脉络呢，我们在这个Clear 系列的耳机上，同样是可以这个去类比的去判断的。像之前我们这个银屋，它之后也是出过一款兄弟耳机，叫 Clear MG， 就是我们大家俗称的镁屋。这款耳机呢，也就是用到了这个镁合金的这个单元。整体的颜色呢，一样是从这个银屋标志性的这个银色，变成了这个所谓说叫古铜色的这么一个外观表现。那类比之下呢，我们这次 Basis 到 Basis MG 的升级，其实也就可以参考银屋 Clear 到这个镁屋 Clear MG 的这种升级了。对于我们广大发烧友来讲，我关注这副蓝牙耳机，我既然决定要去选购它、买它，有这种意向，那一定是我对于它的声音有一个比较大的兴趣。所以说，具体这个蓝牙耳机它声音表现如何，是决定了我们这款耳机的一个立身之本的这么一个概念。而作为一个这个蓝牙的这个头戴式耳机，其实我们在这个音质升级方面呢，先天的相比于一些有线式的耳机，它是有一些的劣势的。就比方说，我们要让一副耳机的这个声学来达到一个提升、一个进化，一般是从几个方面入手的。一方面就是这个振膜。也就是这个单元的硬素质一定是影响这个耳机声音表现的。另一方面呢，就是耳机的腔体。这个耳机的腔体就好像我们这个剧院或者是这个音箱的这个整个装修环境，它对于声音的扩散啦，一些反射啦，带来了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
在前2个之外呢，还有就是这个磁体，因为我们这个动圈单元呢，它是由一个磁路去这个电生磁去驱动这个振膜片振动发生的，所以说我这个单元磁体的性能会非常大的影响到这个耳机的表现。那我们这个蓝牙耳机其实在这3点之中，有2方面是已经很受限的。首先是这个腔体，因为我们这个蓝牙耳机它要保证一定的降噪表现，要保证一定的这个佩戴舒适度，我这个单元不能做的特别大，它不能漏音，相对来说我还要放到包里面做到便携，所以说这一点先天是固定死的，这个方面是很难去进化的。另一方面就是这个磁体，那我们这个蓝牙式的耳机呢，它毕竟长时间的使用环境是一个随身，用它自带的电池和自带的那一套驱动系统去驱动的，所以说我们很多时候，一定要考虑这个易推，它不像我们有一些家用的这个头戴式耳机啊，我们可以就选一个很优秀的这个前端，甚至于电源我都给它改造一遍。我去驱动这个磁体，所以说呢，我们这个要考虑到易推，所以说它这个磁体驱动环境也是相对受限的，所以说我们这个耳机蓝牙耳机的这个进化，主要还是考虑在这个振膜上面。我们从这次 Basis MG 的进化之中也能看出来，主要的这个改变，也就是从这个铝镁合金的振膜变到了这个镁合金的振膜。当然，这个直接的材料呢，它是没办法转化成声音的。这副耳机具体的声音表现呢，我们也是听了一段时间，接下来跟大家讲一下这副耳机，就是这个镁单元的它具体的一个声音表现。可能有很多这个观众，您是已经听过 Basis 这款耳机了，它的这个 Basis 的这个声音表现呢，相对来说确实是一脉相承。这个银屋，相对来说，古典和流行是比较5.5开的这么一种表现，它的这个高频的这个延展性、华丽度，做的是非常的优秀的。声场呢不大不小，比较适中，定位做的也非常好。低频量呢不是那种过于轰头的感觉，但是在该打的时候，它给到了一个比较速度快，但是又保有一定量的一个比较跳弹的这种低频。所以说是相对来说均衡的这么一种调音取向。那随着这个 Focal 耳机它调音思路的变化呢，我们这个 Focal 的 Basis MG 耳机呢，它相对来说，我认为是一个更加侧重于流行表现的，甚至于到了这个28开，2分古典，然后8分流行的这么一种调音风格。首先，它把更多的这个之前在中高频体现的这个耳机给到的能量，它是往中频和下盘去走的。我们听到的这个人声表达，中频这一块它明显的给的比 Basis 呢是要更加的饱满，更加的清晰，厚度是要更加厚的。也就是我们听这个歌手他唱歌这种唱腔呢，好像这个口型更加的具体，更加的圆润一些，人声它更加甜美，更加好听。还有就是说我这个低频的能量感上来之后呢，我整体声音的这种流行的氛围感，它给到的是要更加的好一些的。我们走在路上，感觉这个鼓点，咚咚咚咚咚，非常带劲，非常带感，更加起到一个节奏感增强的这么一种作用。其实这个调音方向呢，我们在之前的这个 Clear MG， 甚至于说 Utopia， 就是大屋的1代到2代上面，也是可以看得比较清晰的。首先我们这个1代大屋呢，它也是那个保留了更多原本的这个皮高音单元的那种比较嘹亮啦、比较华丽的那种声音表现。然后这个大屋2代，也就是这个2022版本呢，它相对来说就收敛了这个中高频的表现。我们听音乐时候呢，就不太容易出现那种很刺的感觉，也就是这种齿音啊，好像这个它声音往上炸，这种感觉它是越来越轻微了。然后之前的这个 Clear MG 呢，同样也是这种风格，把那种容易让人产生比较刺激的那种感觉，它给抹除掉，然后让这个人声和低频更加做得好一些。那我这个 Basis MG，如上文所讲，同样的也是继承了这样的一个调音风格。最后呢，那我们还是要结合2款耳机的售价来进行一个综合的评判。就现在的市场价来讲呢，这个 Basis 差不多是5K 多一点点的这个价位，但是我的这个 Basis MG 呢，它是直接来到了5位数，也就是 10K 这么一个价位。那我这个价格是直接超级加倍了呀，那我多花这5000块钱，对吧？那它是否值得呢？
首先我们来讲，就素质方面的提升，这个耳机有没有翻倍呢？我认为是没有的。确实，这个镁合金单元它是能给到更多的信息量的，整体的声音的厚度相比于这个一代的 Bassys，它是有一定的提升的。但是呢，它不是那种啊，我好像从这个打个比方，我这个 HD6系我直接提升到这个 HD800。这么一种很跨越的这种提升呢，没有的。它更多的还是要我们仔细的去听，才能发现这个改变的这么一种感觉。所以说，我认为相对于素质呢，整体的调音，也就是我们的听感的变化，是大于这个素质的提升的。所以综上所述呢，如果您我是一个比较在意这个蓝牙耳机音质，同时我特别喜欢聆听流行音乐表现。我对于这个古典音乐我可能涉及的非常少，我不是特别在意这个乐器呀、小提琴啦、号啦，等等等等这些乐器音色的表达，我更多的还是听听这种林俊杰啦，对吧？包括这种流行女歌手、流行男歌手，人声流行音乐的表达，那我觉得这个 Bassys MG 的调音是更适合您的。那同时呢，它给到的这个定价，我们实际上讲，它不是一个很便宜的定价，我们相对来讲。Bassys MG 不是一个特别的高性价比的这么一种产品，所以说如果您我不在乎预算，我特别希望有一个高音质的流行向的蓝牙耳机，那我觉得这个 Bassys MG 是非常适合您的。或者说我就不太愿意去接这个前端，我坐在那儿，我去一本正经的，或者说是非常受限的场景去听这个耳机的话，我就想要一个蓝牙。那我觉得这个 Bassys MG 没问题的。那如果说您之前我相对来讲还是要一点点性价比，或者说我更多的偏向于器乐的表达，那我认为这个 Bassys 不是被它的这个 Bassys MG 兄弟完全比下去的一个产品。好了，那么我们本期对于这个 Focal 的全新蓝牙头戴产品 Bassys MG 2.0 的分析呢，就到这里。好了，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